嗨啦，欢迎收看《超认真少年》，我是你的工地好朋友阿仔斯。每个人都要买房子、看房子、租房子，或者是住房子。但是呢，有些房子你住了一辈子，你永远不知道它是怎么盖出来的；有些房子你买了花了很多钱，放下去了之后，你才知道它交给你的是一个烂东西。所以呢，按照我们每一年的固定的房子计划，我们从之前的柱子、材料、工法、建设，然后我们现在慢慢的要进到整个大楼了。所以我们在这一个系列里面呢，我们会分成从硬体的、从水电的、从软体的。或者是呢，从你用什么样的方法可以看到你不会买到大地雷的，从工地实战的方式去教大家怎么看房子。毕竟台湾人的平均月薪大概4万多块，就算1500万算起来，每个人永远都要工作不吃不喝20-30年，你才有机会可以买到房子。所以不管你是未来要投资，或者是呢你要买给自己的小孩子，或者是现在你老了退休了，你想要找一个宜居的住宅，住得舒舒服服，一路进到棺材板里面，那你在买房子的时候，毕竟要花人非常多的钱，所以不要都被一些业务嘴的人骗了。我们呢，今天就会跟大家从硬体的方式去看，你如果买房子，除了看地点之外，你可以怎么样看你的结构，怎么样看你的这营造厂商或建设公司有没有偷工减料 A 你的钱。或者是呢，明明就是一个烂东西，为什么它可以卖你这么多的价钱？不过就是钢筋混凝土混在一起。而今天为什么我们会到一个正在盖到一半的工地看呢？因为大部分在真正交屋的时候，其实很多东西你都已经看不到了，它都会包在装潢里面，或者呢，建设公司会把它掩盖在看不到的地方。因为大部分很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通常就是一张纸，然后签一签，然后买预售屋。最后呢，你在交屋的时候，很多东西你也看不到，你也验不到。所以呢，为什么你常常会看到网络上很多人卖房子讲得天花乱坠，但是那个房子到底是用几磅的水泥盖的？它里面用什么样的品牌的钢筋？或者是呢，这个房子到底地震来的时候会不会倒？没有人可以保证。所以呢，接下来我们会在我们频道的几集里面，然后去教你怎么样从结构啊，然后从内部啊，从它的软体啊，或者从它设计上去教大家怎么样去挑选到一个还不错的房子。我也会从我的观点，或者是我为什么会觉得，这样的类型它是好的，然后去给大家做一个参考，才不会你常常花了很多钱，花了好几千万，就买到很多我们业界他就说偷工减料的东西。好，那我们超认真校外教学，我们就进到工地里面，从硬体开始看起吧。Let's go。今天这个拍摄的感觉非常好，感觉下午就要快暴风雨了，所以这个有点凉风的感觉。来，各位，今天我们不会讲出这个建设公司的名字，但是他那个老板非常好，就是让我们拍。然后他说完全不用帮我们广告，因为我觉得他们是在这个中部地区的建设公司里面，就是名声好，品质不错，而且在很多软体设计上也都蛮不错的公司。老板大气，不需要广告，我们可以给大家看一下，大家可以怎么样学着看房子，或者是怎么样从营造的面向给同行一个标杆。所以一开始我们在看硬体的时候，首先第一个，请上楼。各位看房子了，没有看过如此毛坯的毛坯屋吧？毛到一般人是不会进来的毛坯屋。但是通常在看房子或买房子的时候呢，你的业务或者是建设公司，他会给你一张这个图。首先我们可以从这个图上面去看到它什么样的东西呢？这张图我看到的是一个蛮有良心的建设公司，你们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看得出来，对不对？你给翻译翻译。你看到这个图上面，你有没有看到它柱子的位置？就是每个大楼一定要有柱子嘛。你从15楼以下是一个规模嘛，15楼以上又是一种规模。而一般的住宅可能透天的，可能7、8楼层就是一个规模嘛。你在这里面看起来是没有柱子的，对不对？但是我跟你讲，你回去看一下你家里面的房子有没有柱子。当然，可能后面比较好的建设公司，它可能会有这样子的意识，不然你的柱子本身算平数的。算平数的概念什么概念呢？比如说一个比较无良的建设公司，你客厅来一只啦，厨房来一只啦，工作阳台来一只啦，主卧室再给你来一只啦，比较无良的给你来个4只。还有看过另外一种更要求的，可以直接下地狱的建设公司，你在家里面你会看到6只柱子，6只柱子怎么算呢？一只柱子你如果算0.5平的话，那你就是有3平。比较无良的大概给你4只柱子，那也有2平。但是你看你买房子的时候，现在1平台中多少钱？台中40-50万、60万，那你等于是白花120万再买它的柱子。放在你家里120万，所以第一个你在看硬体房子的时候，当然可能一般人看图，你就可以看说他到底把你的柱子是藏在里面的，还是他把它放在外面，他有没有算在你买的那个坪数？相信很多人在买房子的时候从来没有量过你家的坪数吧，都是那个业务跟你讲一讲就买。所以在营造盖的时候，如果他今天他是把柱子，像这个柱子，他把这个柱子直接放在这个外面，你就可以从图片中看到它是在阳台外的这个位置。也就是说，如果今天你买到的是柱子在外面的，第一个你花的钱就是不会花到去买柱子的钱，然后你真正的使用空间里面会比较大一点。这个东西是我们下一集会讲的，所以记得订阅这个频道。第二个呢，我觉得在我们以前施工或者是比较有工作经验的时候，
有一个很细节的地方，以后会节省你很多的麻烦。它的窗户是用深窗设计的。什么叫深窗设计？这个有看到柱子跟外墙，它这边有一个窗户，这其实蛮深的。通瓦这100多，但是因为现在这个还没有把完成面做完嘛，当你这外面在下大雨的时候啊，你不用3天2头在那边刷你的外面的窗户，而且是楼高的时候，你外面的窗户倾起来，还是会有危险性。我说的危险性不只是你自己哦，可能是你刷一刷东西掉下去打到下面的人，这也是一种危险性。然后你如果今天是做深窗的设计，以我自己住的经验，大概3、4年我只清过一次。你就不用，就是会有水垢啊、水渍啊，或者是难免就是大楼外墙都会吐那个白华出来嘛，就是还不会污染到你的窗户，这是另外一个小细节。而且当阳光照射下来的时候，这个层次感在家中的光线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制约条件，就是我觉得买房子心中你一定要有一个放在第一个，就是你这个房子的制约条件是什么？你花再多钱都无法更动的东西，就是它本身的本质。这个是在我们在硬体里面讲的非常重要的。过来，档机跟处理给我看的下面物件，档机的收在你给我看的下面物件。除了板模拆的还不错之外，线也算收的不错，但是线是我们下一集来讲。我觉得那又是另外一种工地管理的。你如果真的是去看一些建设公司的案子啊，不能看的，很可怕的。我们常常讲代工班就像是带兵嘛，就是这种素质的人盖出来的房子会好吗？所以我们到案场的时候，你就看说，这边干净很整洁，然后它的垃圾材料没有乱丢，然后上面的收得很好的时候，以我们业内来讲说，这嘎走这厉害。就看到什么高度，但是有一个东西，我们等一下到下一个楼层去看。其实，在这个高度里面，你可以看到多少？如果按照我的身高180的话，超过2个0，那可能是他多送的，一定不是我不到180。再看仔细一点，这个高度，其实，在我们的这个空间里面，你刚好可以看到3种不一样的高度。以你在盖房子的时候啊，你在拆板模之前，我们会知道说你拆板模的这个整个楼板高度是多少。从一般的2米多啊、3米啊、3米2啊、3米4啊、3米6啊，然后都有。所以当然来说，越高越好嘛。一样，如果盖15楼，一样盖20楼，我如果每一层都可以3米6的话，那就是完美，对不对？但是你有没有想过，3米6所垫出来的这个高度，如果把它变成15楼或20楼的话，你猜这个营造公司它会多花多少钱？它除了可以多卖一层楼之外，它的成本 AI 试算。所以其实你要看的是2个东西哦，一个就是你如果原本的条件是3米6的话，你之后你一定会装潢嘛，你会做管线嘛，然后你会洒水系统嘛，所以之后它一定会扣掉一些你上面的空间，最后才是你住家的样子。所以这个时候你在买房子的时候，你就要问得很清楚，到底是你的楼板高度，你的这个楼板高是谁的高？他都跟你讲说，我们正常都是3米啊，正常都2.8米啊，然后说你到这个工地的时候，就是发现它这个高度就是2.8米，那你就完蛋了，靠压迫炸。然后或者是呢，我是3米2，你再把你的一些像上面的这种管线，然后什么把它做起来了之后，它就会往下退缩。所以如果按照你们跟着我在工地跑这么多的人，你觉得这里是什么？游泳池。有你游泳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拿出你手机的这张图。你可以看到这个图上面，看到这边是一个卫浴系统、卫浴设备，这个是我们下一集会去讲的，所以你就可以从卫浴设备里面的管径啊，去对比说，到底它当时这个室内图到底是它乱画的，还是它施工是不是乱做的？因为有的时候你那个粪管跟你马桶的位置对不上哦。总之，这个下一集我们会讲，这个其实他们的洗澡啊、卫浴啊、洒水啊、马桶啊，就适应制管的马桶这个位置，它的上面的这个高度是比较低的，所以这个位置大概就是3米1、3米2的高度。所以当3米1、3米2你在做完了之后，再坐下来的时候，它可能不到3米。接下来你可以看第3个高度，这个是所有盖房子里面通常是最低的位置。古人说有一句话，梁下君子啊，梁上君子哦，是梁上去拍谁不打谁？梁上君子啊，梁上君子啦。古代有一个梁有一个人躲在那个柱子梁上面小偷啦，对啦，梁上君子啊。但是通常柱子是整个住宅里面你要去收边的，当然网络上就有很多种，就是什么柱子有几种收法，然后可以怎么做。但是这个时候你就千万一定要看这个梁的位置是不是一个要命的位置。那什么叫要命的位置？假设我睡觉是睡这里，压迫风水上不好，这个就是全部最低的，这最低大概280吧。其实一般人的家里面，你的楼板高其实是这个高度的，是280。你在想你再把一些什么管线什么拉一拉，要么就是你的工班技术超好，把它压缩得非常紧，但是你以后维修就很痛苦；再不然就是你做完了之后，你的压迫感就很重，因为你全部加起来大概是2.7米，按照180公分的身高，大概只剩60公分。举例，今天有2个建案，一个呢是建平50坪，楼板高度3.2米，另外一个呢是建平45坪，楼板高度3.6米。价钱一模一样，看出去的感觉一样好，你会选哪一个？你会想要地上多5坪呢，还是你会想要空间感变3.6米嘞？
我不用 AI 算了，如果是我个人，我会选楼板高的。因为楼板高的它的装潢的可能性比较多，然后再来是有一些你吊灯啊、什么顶灯啊，你拉下来的时候，那个感觉空间层次会比较好。通风上那个热的感觉，夏天的时候你也会感觉比较舒适。AI 怎么说？确实是属于也比较多啦。哦，真的哦。立方体的话，哦，你说以那个整个立方体的话，哦，好，上给大家一个指标了，选坪数小的，但是楼板高的。感觉上还是真的会比较好。你知道为什么吗？我们虽然没有买过很多的房子，不是有买过几十栋、几百栋的人，但是我们去过的暗场工地，你进去的时候，那个氛围感就会有差别。尤其是你当边暗场，这韩国是暗场，我觉得跟楼板高也有差别。但是呢，这个只是硬体里面几项，你可能会吃亏，你可能会多花钱，或者是你可能在买的时候没感觉，看那个平面图、买预售屋的时候没感觉，但是你住进去感觉会差很多的。还有一个东西，基本上是包起来没有人看得到的，那就是这个。楼板厚度，你房子住了这么久，你可否曾经量过你的楼板厚度到底有多厚呢？这个并不是一般人看得到的地方的。但是呢，楼板厚度你很容易也会被建设公司所欺骗，或者是很容易呢会被一些业务者欺骗。因为呢，一般的楼板厚度，在你的地板、你的隔音层，还有你的水泥打底还没做上去之前，通常是15公分。但是如果是比较好的呢，它光是还没有做到完成面的时候，20公分。20公分，这个短短的5公分的落差有什么样的差别呢？如果你会知道楼上的小孩几点跑动，或者是呢楼上的人几点睡觉，楼下的人是不是在啪啪啪，那你就可以从这个楼板的厚度关系到你未来住在这个房子10年、20年、30年，甚至一辈子。但是呢，也会有一些业内的人士，他会用管道梯间去欺骗大家，因为管道梯间按照法规上，他就会在做得更厚。好比说我们现在这个位置旁边呢是逃生梯，所以它这个动线是从一般的走道走到逃生梯要下去的位置，这是一个一般比较正常的梯间厚度。那我这地方为什么这么窄呢？是因为他们在楼高做到一个程度的时候，按照法规要做那种排烟循环抽气的空间。这个东西其实平常你也看不到，但是呢，你在我们的频道当中，你就可以趁它在包起来之前，来先看到它的厚度是长什么样的样子。吴宝，这只手表没卖好，20公分。所以呢，在看硬体的时候，你要很认真注意的问建设公司，或者呢问你卖房子的那个人，你的楼板厚度是在完成面的时候20公分，还是你在拆板模了之后，它灌起来就是20公分厚？我跟你讲，差个5公分，一栋大楼20-30楼，整个盖起来，这个偷工减料可以偷到非常多的东西，要注意。然后下一个，跟大家每天生活息息相关的硬体设备，对我来讲非常非常的重要。就是我可能会因为这个地方没有这个东西，那我就不会买这个建案，那就是厕所卫浴和窗户。重要之重要，我们一样打开我们的买房平面图，把建设公司的名字码起来。因为这个老板他说不用提到我们名字，因为我们建设公司卖得非常好，我们都卖完了。但是呢，他说他也想要就是借着我们频道让大家知道说，怎么样房子是重要的，或者是这个营造是怎么样可以越做越好，那整个业界大家一起进步。我们这个方向给大家看的是一个现在的位置的方向，也就是说这个地方就是我未来的更衣室，这个地方是我的淋浴空间，这个就是以后我会在这边蹲马桶的地方。从这个画面当中，你有没有看到有几个非常重要的元素是一定就要出现在这个建案里面？不是粪管够不够大根，地板、泄水。地板它其实讲到一个蛮重要的同层排水，但是我们下一集才讲。泄水也有嘛，旁边这几个位置，请看这个窗户，因为厕所有没有窗，就是人家都讲说三面采光，三面采光嘛，但是我个人更 care 的就是通风，三面通风，三面通风。就是因为风是对流的，再来是春夏秋冬，台湾的气候每个季节吹不一样的风。你的厕所的位置呢，它如果有窗，基本上霉菌的问题你可以减少32.74%，因为那还有跟使用习惯有关系。再来就是你不会因为你在家里面便而搞到全家都乌烟瘴气，你就可以把那个门关起来嘛，然后从这个通风慢慢的散掉嘛。但是你如果想说，如果你今天在边的时候，你没有这个窗户，你不要以为把门关起来抽风就没事哦，那个味道会从你那个门下面的那个缝有没有这样出去，然后到你的那个吃饭的地方，那感觉很不好。所以就是这个空间，你看打开好出来。我已经到我的这个更衣了，我一样到另外一个厕所，一样在这个地方。我的客人在这边边的时候，就是旁边他有没有窗户，而这个窗户开在哪边，开在什么样的位置也很重要哦。如果你跟旁边的大楼临近非常的近，你边的地方旁边开了一个很大的窗，最后你就是要拿那个阿鲁米的那种百叶窗把它挡起来嘛。那你就是平常你又不能开那个窗，你又不能有这个光线，你为了每次要边你要通风，你要先把它从百叶窗拉起来，然后开窗就很麻烦嘛。所以这个一样是你在买房子看这个图的时候你要去另外去注意到的，就是有没有窗，
2这个窗开在哪里，然后3有没有三面通风，这几个要点，如果你做到的话，除湿机的电费绝对让你省下非常多。而且每次就是洗完澡之后，浴室的打扫啊，或者是那个霉菌的滋生，它都可以让你后续的很多生活的居住品质，然后变得很好。厕所开窗极为重要，所以你看这个窗户开的位置，你就要回去看说它开的位置在哪个位置呢？在这个的后面，就是我也觉得这个是在他当时他画图的时候设计蛮好的。这就是每个人住家里面都会有一个工具间嘛，像这个管流的看起来就是放洗衣机的，你一定是自家人才会在这边洗衣服、洗衣机嘛，所以你不会蹲厕所蹲到一半的时候，突然客人从这边看你。它的后面的这个是我觉得在买房子的硬体上你要特别注意到的一件事，因为它跟你的电费以后会差非常的多，那就是冷气室外机的位置。你知道有很多大楼是没有设计冷气室外机的位置的，所以你就会看到很多特技的人在超高的大楼外面，然后外挂室外机。第一个超危险，然后施工以后维修要保养都非常麻烦，而且都很容易出人命。那你如果有放一个专门给室外机的位置，就是以后你的维修更换，你要保养都会很简单嘛，你的费用也会花的比较低。你看，就像是今天你要我像蜘蛛人一样爬在外面装冷气，跟我是可以搭着电梯上来这样子，手拉着这样子过来装冷气，费用一定不一样嘛。再来就是你在开冷气的时候，每次你们在开冷气的时候，大家都在室内里面爽，在那边凉，热的人是谁？是冷气外面的那个室外机。这个时候你就要看，在这个音架，你要幻想它拆掉了之后，这个冷气室外机放的位置，它是不是能够很好散热？因为有很多大楼的冷气室外机全部每个人都挤在一起哦，然后那个空间非常的小，所以它把它的热气吹到你的冷气室外机的身上，你把你冷气室外机的热气吹到它的冷气室外机的身上，那你的电费就会非常的惊人，就非常的大，因为你的机器都在高温上运转，而且吹不凉，散热散不好，然后机器容易坏，然后你就会怪说啊那个牌子的机器怎么那么烂。所以有的时候不是冷气品牌的问题，是你的房子本身的条件就有一些问题。冷气厂商，我帮你们找到一个借口。讲到现在，你一定会很难想象，对不对？因为我们到目前拍起来都像是工地的样子，有很多音架啊，然后很多东西还没拆啊。但是我们可以给你看，就是做完的时候是长这个样。美好家园，每平65万起，已经完售，想都别想。但是我拍到这边，一定有很多就是我们熟知工业的观众朋友，一定还是能够挑出问题、挑出毛病。想说啊，冷气室外机在这边，那我在里面洗澡的时候，我是会听到室外机运转的声音，对不对？有道理嘛？震动嘛，频率嘛。住在外面的时候，难免会有车子经过啊，会有鸟在叫啊，会有邻居在下面打架啊、闹事啊。或者是你难免会听到有一些很奇怪的声音，或者在生产小孩子的声音嘛。所以这个时候，在它的旁边这个框，玻璃的厚度就很重要。玻璃除了厚度重要之外，它的夹心饼干也很重要。玻璃厚度，然后我刚刚讲的夹心玻璃的厚度，就是跟一般的玻璃是不太一样。不同的建案，它一定会配不一样的玻璃。但是呢，有的时候你要去更在意说，比如说像这个是对外楼是正马路最吵的地方的时候，它的玻璃厚度跟你在做室内或者是你在做工具间已经对内的玻璃，其实它厚度的规格是不太一样的。所以有一些比较好的建设公司，它会在特别吵对外的地方去帮你的玻璃做加强。然后你可以从它这个宽度就可以去看到，我从里面内部量起来，它就已经36去了。双层玻璃，你可以从它的窗框，你就可以看出不一样。这个框它配的是8+10+8，也就是8 mini 是玻璃，10 mini 是空气，再加一个8 mini，所以它总共加起来16+10，26，再加一个框嘛，所以你再卡上去。然后这个时候你还要判那个品牌，通常就是那几个比较大的、比较好的品牌，它推起来就是会比较好推，比较省力一点。然后你在关起来的时候，你在室内放冷气的时候，你就不会被外面的很多车声啊，或者是一些吵闹的声音，去让你感觉到很阿杂。而且做这种玻璃的好处呢，它除了可以隔热，就是那个热不是一片玻璃直接热传到你家里面，同时它的热呢是可以在中间的那个空气层里面去做一个阻隔的，然后再进到下一个玻璃。你传到室内的时候，那个外面的热就会比较难传进来，你的冷气也会比较省电。然后呢，因为台湾夏天吹南风嘛，所以就是会有那种水汽，更底裂的窗框缅甸。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注意到，但是这个就是以后你在看房子买进来的时候，你可以去重新想，这个玻璃长什么样子？大概长这样，长这个样子，这么小一个，不是样本嘛？工地知识小学堂。跟大家顺便讲一下，你家里面的玻璃要注意什么事情。一般呢，我们在使用的玻璃，就是不管你是几 mini 厚的，好比说8 mini 厚的一般玻璃是长这个样子。但是呢，其实在一个家庭安全考量上，好比说今天你在洗澡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卫浴的时候，大家很流行做干湿分离嘛。那你如果是做这种的玻璃，其实是有一个危险性在的。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玻璃就是很容易会破嘛，像现在我小朋友副总就是会手去敲玻璃，那你也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破掉，或者是呢你的莲蓬头手不是甩过去卡到玻璃的时候就破掉。所以通常我们一般都会建议，就是你要看你的房子里面是不是胶合玻璃。
胶合玻璃的好处就是，如果今天我真的拿了莲蓬头去敲它，或者是你的小朋友触针去给它卡结，它破掉的时候，它是像一个有没有看过蜘蛛网裂开那个样子？但是呢，它并不会变成碎片掉下来，然后砸到小朋友或割伤小朋友。所以呢，按照这个等级 level 上来说，以前的传统式的玻璃，然后跟现在的胶合玻璃，那胶合玻璃又有分很多种形式。如果要以隔音隔热现在比较好的话，那就是这种夹心饼干三明治型的玻璃，中空玻璃。你看它有一个厚度在，但它并不是全部实心的，而是它中间会有一个空间。它这个空间呢，就是夹空气的，中间有些是用空气，有些是用惰性气体，有些可能灌氩气，有些灌氮气，但是就看品牌啦。声音是靠着震动传递的，所以当外面的声音震到玻璃的时候，玻璃会有一个频率跟它产生共振，而传到你里面来的时候，你再经过一层空气，经过一层空气之后，你的震动频率再传到另外一个玻璃上，再传到你家里面来，那你能够听到的声音就是这么非常非常的微妙。就像是我有一个住一个地方，附近有宫庙，你知道我那个当玻璃好的气密窗关起来的时候，外面那个放鞭炮白沙屯妈祖那个炸下去，你都是没感觉。玻璃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现在已经是家里搬不了，或者是你是继承一些老房子的话，那我也会觉得第一个优先改良的，你也可以去改玻璃。那就是这一集题外的工业小学堂，希望各位同学们有学到东西。下课。外层玻璃8+10+8，洲际建案，外层8毫米，中间10毫米空气层，内层8毫米，您夏天的好伙伴，省电的好帮手。已经完售，不用再想。所以以上这一集呢，我们可以帮大家整合出几个重点，就是如何你可以用工程人的角度去看你的房子到底它贵在哪里，或者是你买了之后呢，你会不会后悔？你可以从这几个硬体的方式去看。那接下来我们除了硬体之外，还会再出几集是关于水电啊、软体啊、一些软性的设计啊，就是你住起来的感觉跟差异度就会差非常的多。所以总归这一集里面，记得你在看一张图的时候，你要记得问清楚你的业务或者是卖你房子的时候，第一个，你的楼板厚度是 RC 的厚度还是完成面的厚度，它到底多厚？第二个呢，就是你的楼板高到底有多高？第三个，你的窗户是直接贴在外面的还是深窗？第四个呢，就是你的柱子到底有没有算坪数算在里面呢？它是不是包含在你的室内呢？还是你家有6根柱子呢？第5个呢，就是你的厕所旁边有没有窗户？第6个，你的室外机的位置。第7个，你的玻璃是什么样的玻璃？这些因素呢，它都会在我们影片中去提到，去影响到你真的住进来的时候，会感觉到哪一些的不舒服跟不适。你在买房子的时候呢，你都可以分享这支影片，然后给你要买房子的朋友，或者正在看房子的朋友，给他们有一个可以去问人家真正工业上的基础，不会被他骗。那你如果喜欢我们这类的看房影片，你可以在下面按喜欢，或者是分享你给你的朋友。我们在会员影片也会放上一些比较不能讲的画面，你也可以花60块钱支持我们的频道，让我们拍出更好的影片跟更好的作品给大家。那你有没有什么看房上面你觉得要注意的重点呢？也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们。那我们就下一回再见喽，拜拜。我带你去看一个很奇妙、很屌高的地方。我们现在在的地方是一样的暗场，一样的工地。我们看到这个氛围感完全不一样，对不对？我跟你讲哦，这不是做完了，这个老板很屌高哦，他想要看说这个食材装起来怎么样，他就直接摆1层楼，直接先把它装起来看看，不管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他全部都还要全部拆掉，因为里面要继续施工嘛。他只是要先感受一下这根柱，看起来在灯光拍了，这种氛围感，是不是一手想啊？那我觉得那是一种做出来的东西，你要自己看着爽顺眼，才不会有一些是反正我已经定了，我就做这样子，反正你预售屋你也买了，我就不管你，我就是这样。就这样交给你。我们常常讲，其实一样都叫建设公司，其实还是有很多种差别的。毕竟一种米养百种人嘛，对啊。然后你从这边走过来，右边就工地了。什么叫工地风？回家的时候来给大家参观一下我们家工地风。你帮我们带一下你家的导览规划一下。这个家是属于一个工地风，工地装潢风格。很漂亮哦。景观很漂亮。哇，这个是主卧的床是不是？在主卧的床睡觉的时候，我们都睡这里。既有大自然层次、流沙包覆感、疏松感的床面体验，黑纱床铺符合人体工学，人下去形状怎么样就怎么样。然后再来是小朋友房间这样。小朋友的房间。2间小朋友的房间，然后跟厕所的位置。哦，主卧。主卧才帮我爸爸。旁边都是就比较矮的，对不对？对啊，因为我们自己有特殊啦，我们家离隔壁的邻居都很远，所以其实采光都不到这样。我们就真的看一看，看完想说，不然我结婚了啦，我小孩还有机会。看第1集的结构体做好之后，第2集你再看到进来的感觉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先天条件啊，结构硬体的感觉真的差很多。